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当年斜月三星洞摘桃的小徒孙。谁给你带的紧箍？为兄替你摘了，咱们回去见师傅。呆子，分行李，你回你的高楼庄，这一关咱过不了了。道法是好道法，可惜听不懂啊。穿越到须菩提门下，从师傅指缝里捞点好处，就够效用终生了。可这道法，我一个字都听不懂。丁，恭喜宿主穿越西游世界，神级签到系统激活，正在生成属性。金手指来了。丁，属性生成，请宿主自行查看。就这？触发支线任务，签到方寸山。每天可以签到一次，重复签到加属性。想拿功法法宝，就得靠支线任务。首次签到奖励须菩提大道石，外加100点悟性。这么说，我一定能听懂祖师讲道。签到，签到奖励须菩提大道石，悟性加。此子心性坚毅，但修行资质平庸。我本以为他至少3年方能听懂我所讲之道，如今这般异象，莫非此子悟法了？师尊，为师看你灵气涌动，神色欢喜，莫非是听懂了为师所讲之道？不敢欺瞒师尊，弟子听讲入神，领悟10之1、2。既如此，你便告诉为师，道之一字何解？回禀师尊，道者自然也，一切事物非事物即变化之本，不生不谢，无形无相，无始无终，故其志亘古不变，此为道也。粗糙，但以他的资质能说出这番话，绝非偶然。甚好，坐下，继续听道。敢问此处可有仙人？晚辈花果山天生石猴前来拜师，恳请仙人收我为徒。花果山天生石猴，未来的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佛法东土大骗局里最重要的棋子。拜师须菩提，大闹东海，掀穿天铁，被镇压五指山，再被佛门以慈悲之态取经入。这一切都是圣人安排好的棋局。天生石猴，不过这些与我无关，我只求走出自己的大道。洞外有人前拜师，你去带他进来。不对，按原本的剧情，须菩提让那猴子洞外贵族7天7夜才放他进来，现在直接让童子去带他，难道是因为我的穿越改变了时间轨迹？老神仙，求老神仙收我为徒。你是何方人士？且说个相冠姓名，再拜不迟。弟子乃东胜神州花果山水帘洞人士，跋山涉水来到此地，求老神仙收我为徒。给我轰出去！东胜神州花果山距此不知多少山水，又隔着茫茫大海，惊涛骇浪，你是怎么来的？分明是个奸诈耍滑之徒，还敢妄修什么道果？历经千辛万苦，闯过惊涛骇浪，熬过寒来暑往，才终于来到此地。老神仙，求您收下我，父子诚心虚修，弟子诚心求道，绝无。我给收你入门，赐你一个姓，姓孙，法名悟空。多谢师傅，多谢师傅，弟子孙悟空叩谢师傅。师弟，这边请。悟空，悟空。地线终于成了。欲速则不达，3个月了，该去听祖师实意了。天生石猴果然气运无双，我开了挂才到地线，这猴子没人指点，3个月也到了地线。不过他背负的东西太多，论自在，他比不了我。道者虚无自然，强名曰道。嘿嘿，你这猢狲，为师授课解惑之时，你为何弄出这么大动静，扰乱为师？弟子首次听到妙处，情不自禁。你来此处一月，倒不曾问你想学什么道法？不对，原著里孙悟空在方翠山待了足足7年，祖师才给他开小灶，现在才3个月，祖师就开口了。难道是因为我的穿越，剧情发生了变化？数字门中之道，流字门中之道，定字门中之道，你要学哪个？不学。那不学。你这猢狲，这也不学，那也不学，你究竟想学什么？
弟子想学那长生不老之术，万法不侵。神通来了，猴子想学，我也想学。好个顽劣的悟空，你倒是想一步登天！我这里没有你想学的法术。莫非这便是祖师的道？此次解惑暂且结束。这顽劣的悟空好生张狂，1年之内不再授课，尔等自行休息吧。都怪你惹恼了祖师，1年不授课，你可满意了？祖师那一眼是在暗示我，祖师3打猴头，暗藏玄机。那最后看我一眼，是让我也去。赌对了赚大发，赌错了，祖师大度也不会怎样。去。悟法师兄，深更半夜不休息，为何来此处？为兄同样参悟了师尊话中玄机，特来拜师学艺。师弟，不得打扰师尊休息。我等既诚心拜师学艺，应该多等一会儿。恭喜宿主触发支线任务，须菩提祖师卧房签到，任务奖励先觉领悟之体，力量增100。系统的声音使得你心中一动，这个支线任务触发的实在太及时，正好恰逢须菩提祖师要开小灶，居然就来了个祖师卧房签到，而且奖励则是先觉领悟之体。顾名思义，先觉领悟之体融合之后，可以加快对先觉的感悟之力。如今自己即将得到须菩提祖师亲授法门，这系统奖励堪称及时雨。你与孙悟空在须菩提祖师的卧房一直等到3更时分，在这期间自然是已经让系统签到成功，系统的奖励也已然发放。不过你却暂时因为没有修行功法，导致系统所奖励的先觉领悟之体仅只是融合了，还没用上。那卧榻之上的须菩提祖师自然早就知道二者来了，掐算着时间也是差不多了，当即悠悠从梦中醒来。深更半夜，你2人不在洞中休息，跑到为师房中做什么？猴子听到这话，心里顿时有点虚。毕竟师尊并没有明言让他们来听道讲法，只是自己猜测。如果猜错了，会不会引得师尊责怪？而旁边的你却是淡定无比，当即笑着开口道：“师尊还请息怒。今日师尊敲打悟空师弟，弟子与师弟悟出个中玄机，特地深夜前来叨扰师尊，望师尊恕罪，请师尊责罚。”听到你这话，须菩提祖师微微一笑，饶有兴趣的道：“悟法，你且说来，为师有何等玄机？”你深吸一口气，心道：“师尊啊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装呢？”师尊3记戒尺敲在悟空师弟头上，暗示师弟3更时分前来拜询。师尊背手离去，则是暗示师弟偷偷来到师尊卧房，不要惊动旁人。而师尊看向弟子的眼神，则是示意弟子与悟空师弟一道前来。这个说法解释起来并不难。你话音刚落，那卧榻之上的须菩提祖师眼神之中闪过一抹喜色，心道：这弟子悟性果真非凡，看样子这回来到方寸山教导，这天生石猴之外，竟还有意外之喜呀！此地再无第4人，既然你2人有此慧根，吾便传你2人功法，也不枉费你2人深悟为师画中玄机。须菩提祖师略微沉吟片刻，随即开口道：“为师所修神通，多如浩瀚星河，不过你2人资质非凡，为师决定先传你2人修行法门，9品混元诀。1品1境界，西游原著之中的孙悟空便是修了这9品混元诀，仅300年的功法，便将天兵天将打得跟狗一样，足以见得这功法的强大。而那猴子所求者，无非便是长生不老，不死不灭。这9品混元诀正是契合。而这道法门最让你心动的，乃是修行之后可铸就自身仙体，更可衍生最为契合自己的个人属性。譬如那孙悟空，原著中的孙悟空修炼之后，肉身强横，更是衍生出了强横的金属性。多谢师尊，弟子必定好生学艺，不负师尊厚望。随着你拱手行礼，旁边的猴子也赶忙学着拱手开口道：“弟子也是一样。”须菩提祖师眼含笑意，
随即张口妙音吐出。以他准圣的强大修为，所修功法何止万千。如今传授九品混元诀之时，无尽异象陡然横生，隐约之间，一朵白莲绽放，白莲之中妙法金莲凭空自生，直通返璞归真。这是真正的修行法门。你学习的格外认真，几乎在刹那之间，你便对须菩提祖师所传授的九品混元诀有了不小的感悟。毕竟系统所奖励的仙诀领悟之体可不是开玩笑的。你深深吐出一口气，身形不知不觉之间盘膝而坐，将体内所有法力尽数调动，以九品天仙之态周身循环。此刻的须菩提祖师已然将九品混元诀讲解完毕，正等着你与孙悟空自行感悟。然而只在片刻之间，一道沉闷轰鸣之音陡然便在你体内响起。须菩提祖师法眼一扫，登时瞪大双眸，饶是他准圣的心境，此刻也是忍不住想要脱口而出一声卧槽，因为在他的目光之中，你身上光华绽放，仙气滋生，一朵白色莲蕊自你丹田之中赫然绽放，这分明就是九品混元诀入门的征兆。一时之间，须菩提祖师甚至都要怀疑自己身为准圣的眼神是不是出了问题，因为这九品混元诀乃是他穷极一生推演而来，其内蕴藏无尽妙法，单单是入门便可引导体内属性斩灭生死，直达天仙之境。当然，这功法极为强悍，入门自然也是极为困难。按照须菩提祖师的预料，就算是孙悟空这等身负无双气运的天产狮吼，想要入门也至少需要3年光阴。可是这悟法为何眨眼之间便已入门？而此刻的你自然不知须菩提祖师处于震惊之中，你感觉自己和天地之间产生了一丝牵引，而绵绵不绝的力量似乎正朝着你体内涌来。这力量不是灵气，而是个人属性，有着仙诀领悟之体的加成，这九品混元诀你领悟起来自是不难，自然也明白自己身体的这种意象所代表的是什么，当即也不在意，而是继续在体内运转法力。一丝火光闪烁在你周身，渐成燎原之势，这是你的个人属性正在演化而成，竟是火属性。须菩提祖师心中也是闪过一抹诧异，没想到你的个人属性竟是火，这属性位列五行，极为强悍，修此属性者可无视天下万火。短短片刻之间，你体表燃烧的火焰渐渐滋长，而你体内的气息也随之急速攀升。九品混元诀初窥门径，便可修成天仙。你此前修为不过地仙初期，后经过须菩提祖师出手而顿悟，攀升到地仙中期，如今修成这九品混元诀，更是直接达成天仙境界。一时之间，方寸山、方圆千里的灵气宛若一个漏斗一般，对着你蜂拥而来。随即，低沉的破镜闷响陡然而响。天仙境界上，须菩提祖师眼睁睁看着自己门下这个弟子一路高歌猛进，神情略微有些呆滞。这小子的修行资质也太过强悍了吧！要知道，那天产狮吼号称气运无双，此刻都还不知道该怎么运行。随着你境界稳定下来，那蜂拥而来的灵气也是渐渐平息，你体表的火焰已然被你随心所欲地收回体内。多谢师尊传授妙法。你对着须菩提祖师恭敬行礼，须菩提祖师微微颔首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悟法此子天资卓绝，修行前景不可估量，此等天赋，纵然放在洪荒初期，也是不可多得的天纵之才，比起旁边这只猴子要强上不知多少倍。若说此子还有什么不足之处，只怕便是实战经验。师兄，你到底是怎么修炼的？为何会这么快便入门成功？一旁的猴子抓耳挠腮，看向你的眼神也是充满了羡慕。须菩提祖师没有说话，但是看向你的眼神也是同样深以为然。若不是自持身份，这话他就亲自说出口了。这小子刚拜师的时候资质也不怎么样，为什么渐渐的变得这么卓绝？以他准圣境界的实力，纵然推演你一路而来的过往，却也完全推演不出丝毫蛛丝马迹。这全都要归功于师尊教诲，才让为兄有如此精进。你看向孙悟空，微微笑道：“师弟，你也可以的。”孙悟空脸上勉强挤出笑容，这句话伤害不大，侮辱性极强，自己也听到了，也修炼九品混元诀了，可是却没有跟师兄一样高歌猛进，反倒是须菩提祖师若有所思地看着你，也不拆穿你拙劣的演技，他要试一试你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每一门功法都能如此快速入门。况且这弟子天资卓绝，他已经决意培养，便结个善缘，日后说不定用得上。须菩提当即便开口道：“悟法，如今你既已领悟九品混元诀，为师决定再传你们2人另外一门神通。”这话刚刚说完，你还没来得及说话，那边的孙悟空就显得有点懵了，这受益的速度有点过快了吧？师尊啊，有道是贪多嚼不烂，弟子现在连九品混元诀都还没入门。猴子话音刚刚落下，须菩提则是瞥了一眼孙悟空，颇有些恨铁不成钢地道：“什么叫贪多嚼不烂？你这猢狲，若是有你师兄这般天资，休说2门功法，便是10门100门，只怕也是不在话下。”他看向猴子的目光满是痛心，分明这猴子才是千年以来的天地气运之子，可是在你跟前，这猴子竟然有种朽木不可雕也的错觉。而这个时候，你也是大喜过望，立刻开口道：“多谢师尊，弟子定当勤勉修行，不负师尊厚望。”要知道，须菩提手中所拥有的法诀神通全都强横无比，他能在此刻拿出来，肯定不是什么大路货色。反正自己拥有仙诀感悟之体，就算有法诀，自己也可以快速领悟。而须菩提祖师也是十分满意你的反应，当即立刻开口道：“为师虽已传授你们九品混元诀，此功法虽强横，
却也有不小隐患。我辈修行，既是逆天，日后免不了3灾5劫之难。他说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心中陡然一动，甚至于猜都不用猜，都知道须菩提接下来要传授的神通是什么？天罡36，地煞72，共108，变神通。果然不出所料，须菩提祖师停顿了片刻之后，继续开口说道：吾有神通，唤作天罡地煞之法。须菩提祖师将天罡地煞108变一一解释，随后任由你和孙悟空选择。你暗自沉吟，这天罡地煞之法囊括万千，孙悟空在西行路上所用到的变化之法只是皮毛，修到高深之处，这天罡地煞则是108种神通之术。譬如那36天罡之法，就是飞沙走石、回天返日、降龙伏虎等等36种大神通，修成一种便可大放异彩。若是将这些神通全部修成，也不知将会恐怖到何种地步。师尊，弟子自觉悟性不错，这天罡地煞之法，弟子想都试试。你郑重说道，以你如今的体质，并不介意多学几种功法神通。倒是旁边的猴子听到这话，已经是脑袋都快爆炸。听听，这是人话吗？悟法师兄说话的时候，难道都不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吗？老实说，孙悟空也想全都学，但问题来了，连那9品混元诀他都还没入门呢。现在如果又把天罡地煞全都学一遍，他觉得自己压根学不过来。只不过在师尊面前，他可不敢露怯。难道他敢跟师尊说弟子悟性不足，不想学这么多？别扯淡！真的这么说的话，恐怕师尊第一反应就是把自己撵下山去。所以猴子也是在一旁硬着头皮开口说道：师尊，弟子也感觉自己悟性不错，想和悟法师兄一样，天罡地煞之法都想试试。话音还未落下，须菩提祖师已经瞪着孙悟空：你这猢狲，以你的悟性资质，一门地煞72变便可，莫要贪多嚼不烂。方才孙悟空自己的话被须菩提祖师直接扣在头上，相比于对孙悟空的瞪眼，须菩提祖师看向你的目光则是柔和不少。悟法，既然你全都想学，为师自然倾囊相授，日后你有所作为，也不负师徒一场。声音落下之际，须菩提祖师弹指之间，2道光团分别没入你和孙悟空灵台之中。只不过2道光团所蕴藏的神通法诀不尽相同。随着光团进入灵台，你脑海之中立刻便浮现天罡地煞108变的神通法诀。随即你立刻按照口诀调动周身法力，整个过程宛若行云流水。天罡地煞108变的口诀随着须菩提祖师的动作而立刻映入你灵台之中，几乎是下意识，你便调动周身法力，配合口诀运转起来。轰的一声沉闷之音，108变口诀在体内运转1个周天，随即你长身而起，一片光华之中，你陡然变作一块青石，这是你所领悟的其中一种变化。弹指之间，你再度变作长蛇、狐鹫、苍蝇，108变，这般变化之术随心所欲。随着你变化越来越纯熟，那108种神通也渐渐被你使用了出来。一道灵光闪过，整个方寸山山门几乎都开始摇晃，宛若地龙翻身，天柱崩塌。你现出身形，伸指之间，法力喷涌而出，地面陡然掀起一道深不见底的裂缝，这裂缝越开越大，硬生生的在大地之上撕裂一道口子。与此同时，裂缝之中阴风呼啸，伴随着怨魂厉鬼惨叫哀嚎，撼山裂地通幽。须菩提祖师眼神之中露出一抹赞赏。短短片刻之间，你便已掌握了天罡地煞108变神通，而且还越来越纯熟，这自然使得须菩提祖师十分满意。只不过此处乃是他的居所，当然不适合你在此修炼悟法，收起你的神通。须菩提祖师拂袖1摆，准圣的强大实力直接便将你弄出的异象镇压下去。这个时候，你也是回过神来，看着须菩提祖师的卧房，乃至于整个方寸山都被自己撼动，倒是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。师尊恕罪，弟子一时忘乎所以罢了。山中被你弄乱，此后你负责将之恢复原状。须菩提祖师当然不会责怪你，对于这么一个资质绝佳的宝贝弟子，这回他已经连卧槽都懒得说了。是，弟子遵命。你点了点头，看得那边的猴子一脸羡慕。如果他也有师兄这般悟性和资质，那么这回只怕也早就修成了这种强大的法术神通。看起来还是得认真努力修行才是。想到这里，孙悟空心中也是沉稳下来，一心要将须菩提祖师所传法门钻研下去。须菩提祖师看着二人的反应，当即微微颔首，开口道：今日传了你二人法门，短时间内你二人便将之融会贯通，悟法。待你师弟稍稍入门，为师再传你们新的神通法门。毕竟他没有忘记自己来到方寸山的目的是什么。那猴子还没入门，他倒也不好一直偏心。而你也是点了点头，一夜之间便已经将9品混元诀以及天罡地煞108变全都学会，已经心满意足了。毕竟修行之道浩如烟海，急不得。1年后，方寸山后山灵气吞吐之中，你周身法力不住流动，正是暗合9品混元诀的运行轨迹。整个后山之中，除了你之外，再无他人。距离须菩提祖师
师上次授课已有1年时光，如今已然再次开讲。不过你却并未随着众位弟子前往大殿，因你对于须菩提祖师所讲之道已然领悟，况且又修炼了9品混元诀以及天罡地煞108变。须菩提祖师命你在后山之中潜心修行，前念听道则是不必了。这也正合你之意，毕竟那9品混元诀还好说，动静不大；那108变任意一种拎出来，都足以造成不小的动静。这后山之中寂静清幽，倒是方便你再次修行。虽说你已然成功将3门功法入门，但是想要修至高深之处，还需时间下苦功。而这1年的时间之中，你也没闲着，成功将天罡地煞之法运用纯熟。至于想要使之威力强横，则需高深的法力所支撑。如今你的修为乃是天仙，所能运用的也仅仅只是这108变之中的一部分，剩余的一部分则必须到了高深境界方能施展。而在这段修行期间，你还发现了一个惊喜，除去天罡地煞108变之外，那9品混元诀竟还有隐藏功能，那就是领悟神通。在原著之中，孙悟空修炼了9品混元诀之后，便自行领悟了诸多神通，譬如法天象地、吹毛化身、搬山避水等等。这些小神通虽比不得108变，但是运用到关键之时，也别有巧妙之处。此刻的你，随着9品混元诀的运转，便是突然领悟了2门神通之术。随着周身法力流动，几乎刹那之间，一道高达1000丈的身影与你一模一样，悍然而出。这身影有着让人神心魄动荡的威压，更是可以施展你所拥有的任意神通。唯一的缺陷便是法力消耗过快，正是法天象地。这种神通在整个3界之中会的人不少，属于大陆货神通，但是却并不能说明这门神通不够强横。反之，这门神通刚刚领悟之时仅有1000丈，但是随着修为日益深厚，这法天象的将会演化至万丈、100万丈。届时若是催动法相战斗，招手之间，天地都为之俯首。不枉费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，终于领悟了这门神通呢。你的眸子之中有着惊喜之色。这还没完，随着你收起法天象地，一根黑发自其头顶脱落，随即你陡然朝着这根黑发吹了口气，淡淡灵气飘过，落下的黑发瞬息之间腾起烟雾，原地化作一名与你长相、身高一模一样的男子，正是神通吹毛化身。看着这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化身，你尝试着挥出一拳，那化身登时溃散。这长发幻化的化身，实力只能维持在本体的2成。你眉头微微一皱，这样的化身如果用来战斗，简直是鸡肋。况且这化身必须要通过自身毛发作为媒介，这不行啊，还是得研究天罡地煞之中的其余神通。这吹毛化身看起来花里胡哨，我就算有满头长发，也架不住这么薅头发。你有些苦恼，毕竟自己可不是孙悟空，浑身长满了毛。如果真的像猴子一样滥用这门法术的话，怕要不了多久自己就被薅成秃子了。虽然对于这吹毛化身不太满意，不过好歹也是一门神通。况且这1年的时间，自己便从中领悟了这2门神通，更有天罡地煞108变，而且自身的境界也提升到了天仙顶峰，距离真仙也仅有1步之遥。可以说这1年的修行也算是获益良多。就在你停止修行之时，3星洞中正在讲道的须菩提祖师也是清晰地感应到了你的状态。这1年之中，须菩提祖师对于你可谓是宝贝得紧，时刻都在关注着你的修行。当他看到你领悟出了2门神通之后，脸上也是隐隐有笑意掠过。悟法9品混元诀，你有小成，为师深感欣慰。虽然他这边正在讲道，但是却完全不影响须菩提祖师对你传音。而你在听到这道声音之后，也是立刻起身，对着3星洞大殿的方向回道：全赖师尊教诲，弟子才有如此境界。讲道中的须菩提祖师微微颔首，这弟子不骄不躁，简直是越看越满意。你悟空师弟这1年之间也修炼的差不多了，算是摸到了9品混元诀的门槛。今夜3更时分，你叫上你师弟来为师这里，为师再传你们另外1门功法。原本孙悟空才是最重要的，可是随着你的崭露头角，如今须菩提祖师的重心完全转移到了你的头上。看到你进展颇为顺利，须菩提祖师也是颇感欣慰。而你听到这道传音，也是面露喜色。1年的时间过去了，终于又可以学习新的法门了。就在此时，方寸山外一道娇俏的声音突然响起：敢问须菩提祖师，可是在此山中？晚辈华山小仙杨禅，受二哥指点，前来拜访祖师修行功法神通，还望祖师拨冗一见。声音娇俏，仙气凛然。这道声音在方寸山响起，不仅是大殿之中的须菩提祖师以及众多弟子听到，就连后山的你也是听得一清二楚。杨禅，二郎神杨戬的妹妹吗？你眉头微微一蹙，三圣母怎么会跑到方寸山拜师学艺？要知道，原著剧情里可是一点也没提过这件事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是原著之中本就有，但是没有提起，还是因为某些原因导致时间错乱，杨戬才决定指点自己的妹妹来到方寸山？就在你不解之时，须菩提祖师的声音便在你耳边响起：悟法，为师正在讲道，你且到山外将那杨禅迎进来。是，弟子这便过去。你回过神来，立刻点了点头，大踏步朝着方寸山外而去。方寸山之外，女子周身灵气盘旋，正是前来拜师学艺的三圣母杨禅，也是天仙境界。你一眼便看穿了杨禅的修为，心中也是腹诽不已。杨戬作为三界有名的战神，一身法力必然雄浑无比，反观他的妹妹杨禅，却仅仅只有天仙境界，必然是这杨禅不喜修炼。事实也正如你所料，杨戬对自己这个妹妹也是极为头疼。按说以他的修为实力，想要教导自己的妹妹修行，那
简直是轻而易举。然而杨禅生性不喜修行，修炼了数千年，也才不过天仙修为，这让杨戬头疼不已。无奈之下，他也只好想出了让别人来教导自己妹妹的主意。首选者自然便是他的师尊玉鼎真人。只可惜玉鼎真人当年在封神亮劫落幕之后，便回到了昆仑山潜修，不问世事，就连自己的徒弟杨戬他都不见，更别提替杨戬教导妹妹了。而作为三界有名的高手，杨戬自然有资格知晓一些旁人不知的秘密，所以这才借着须菩提祖师现身方寸山的机会，将妹妹送了过来。自己对妹妹会心慈手软，便让须菩提祖师受累教导她一番吧。反正须菩提祖师早年之间还欠自己一个人情，此番就当还人情了。不管自己的妹妹是不是能够从方寸山修成归来，杨戬都死心了。反正自己的妹妹手中有宝莲灯，背后又有自己，三界之中敢惹她的也不多。这边你心思微动之间，已然来到了杨禅的跟前，开口问道：“敢问可是华山三圣母当面？”杨禅抬起头来，看到一名面容英俊的青年，微微点了点头，开口道：“小仙，正是杨禅。敢问这位师兄，可是祖师派来引我的？”你点了点头，师尊在洞中等你，随我来吧。说罢，你扭头当先，向着三星洞内走去。杨禅眼看你竟然不等自己，一眨眼之间，几乎都快走进洞府之内，当即连忙拎起裙摆，快步跟了过去。三星洞中，须菩提祖师仍在开讲大道，仙音袅袅，使人不自觉地沉浸其中。你领着杨禅走了进来，抱拳开口道：“启禀师尊，弟子奉命将杨禅带到。”话音落下，须菩提祖师道音，立时停下，微微颔首道：“你且去自行修炼，记得将自身精气神育养一番。”他这话自然是在提醒你，不要忘了今晚还有大动作，记得调整自己的状态。你自然明白祖师话中之意，当下施了一礼，随即退出洞外。那杨禅好奇地看了一眼你，方才你冷峻的表现便已经吸引了他的注意。而如今须菩提祖师正在讲道，殿中也有许多弟子听讲，可是偏偏这位师兄居然退了出去，而且听祖师话中之意，似乎也在纵容这位师兄自行修炼。这位师兄到底什么来头？不过此刻须菩提祖师当面，他也没时间想太多，当即毕恭毕敬的施礼：“晚辈杨禅拜见祖师，受二哥指点，特来拜师学艺，请祖师收下。”起身吧。须菩提祖师伸手微微虚抬，开口道：“以你的背景，其实不必来此处拜师学艺。”这杨禅背靠二郎神杨戬，据说更是早年曾被女娲娘娘收为记名弟子。如果没有意外，只怕无论如何也不会来到方寸山拜须菩提祖师为师。这定然是杨戬知晓了些什么。须菩提祖师眼神之中明光一闪过，不过想到当年曾在杨戬手中欠下一个人情，当即也是摇了摇头：“罢了，既然来了，你便在我门下修行一些时日吧。”对他而言，收下杨禅不是什么难事，况且此事对佛门的计划也没什么妨碍，他自然不介意就此还掉杨戬的人情。杨禅点了点头，对着须菩提祖师微微施礼，不过随即却又想到了什么，开口朝着祖师好奇地问道：“敢问祖师，这洞中众位师兄好像都在听道，为何方才那位师兄却直接离开？”须菩提祖师听到这话，眼神之中不由闪过一抹骄傲之色。此番授课于他无用，是以不必听讲；于他无用，是以不必听讲。看样子方才那位师兄应该是方寸山中最为出色的弟子。杨禅心里顿时对你升起一抹好奇。方才须菩提祖师眼神之中的骄傲没有丝毫掩饰，能让一个准圣高手如此骄傲，这位师兄到底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？而须菩提祖师话音落下，微微停顿片刻，随即开口道：“今夜3更时分，为师在后堂等你，授你法门。有道是法不传六耳。”殿中所有师兄弟看向杨禅的目光都被深深的羡慕所充斥。这杨禅到底是背景深厚啊，刚一来到方寸山就要被祖师开小灶，如果我也能一起就好了。这是殿中听到的弟子们心里共同的心声。事实上，他们如果知道祖师早在1年前就已经给你和孙悟空开了小灶，如今更是还要再开第二次，只怕要羡慕嫉妒到吐血。那杨禅倒是落落大方的对着祖师施礼：“多谢祖师授意之。”3更时分，眨眼而至。你叫上孙悟空，悄然来到后堂。须菩提祖师卧房之中，烛光摇曳，很显然在等着你们。然而让你有些意外的是，杨禅竟然也在此处。你看了孙悟空一眼，孙悟空暗暗点了点头，传音道：“今日师尊命他来后堂授意的。”你这才点了点头，对着杨禅微微一笑，随即与孙悟空一起上前拜见祖师，弟子拜见师尊。你们全都来了。须菩提祖师看着三人开口道：“今日唤你们前来，乃是传授你们驾云之术。杨禅若你兄长未曾传你此等法门，你也可学。”是，多谢祖师。杨禅点了点头。然而那孙悟空却是突然捂着嘴暗笑了一声，你心道不好。果然孙悟空低声对着你传音道：“师兄，看样子这杨戬的妹子也不怎么样，连驾云都不会。俺老孙一顿饭的功夫都能驾云2、3里。”说着，这孙悟空竟然对须菩提祖师开口：“师尊，弟子。”你赶忙伸手捂住孙悟空的嘴巴，开口对着须菩提祖师笑道：“但凭师尊传授法门，
弟子定当勤勉修行，不坠师尊之名。说罢，你低头瞪了孙悟空一眼，止住了这猴子想继续说下去的话。开玩笑，祖师明摆着想传授筋斗云这种高级驾云法门，你他妈还想跟我玩那一套拒绝的剧情？须菩提祖师眼含深意地看了你一眼，开口道：“吾有行云法门3则，可尽数传于你们3人。其一，跌足成云，朝游北海木苍梧；其二，流云化虹，身化长虹，瞬息数万里；其三，筋斗云。此法门踏云而行，只需一个起身，便可10万8千里。”须菩提祖师说完，面带微笑看向3人：“你3人如何选择？”师傅，弟子愿学筋斗云。你和杨禅还没开口，倒是那孙悟空率先欢欣雀跃。作为一只猴子，哪怕是天产石猴，翻跟头也是他的本性。这功法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一般，休要喧哗。然而须菩提祖师却是瞪了孙悟空一眼，不得无礼。你悟法师兄和师妹尚未挑选，你且等着。孙悟空登时丧眉搭眼的答应，将希冀的目光看向你。你温和的笑了一声，自然明白孙悟空的恳求。不过你对这筋斗云可没什么感觉，毕竟你不是猴子，驾云飞行之前还要先翻个跟头，你丢不起这个人。只不过剩下2种法门，倒是要好生斟酌一番。虽然杨禅是女性，但是你却并没有什么女士优先的念头。在这种时候，应该当仁不让，舍我其谁。我的天赋最好，自然该我率先挑选，凭什么要让杨禅先选？就凭她是女子，别逗了。所以你沉吟片刻，开口道：“启禀师尊，弟子愿学这流云化虹之术。”那跌足成云看似潇洒，但是朝游北海木苍梧并不是你的目标，而且这玩意儿的行进速度十分缓慢。至于流云化虹之术，瞬息之间便可行进数万里，一丁点儿也不逊色筋斗云。这必定是须菩提祖师的压箱底本事，要学自然就要学最好的。好，须菩提祖师抚掌大笑，随即又转头看向杨禅：“杨禅，你愿学哪门？”杨禅看了孙悟空一眼，随即脆生生地道：“启禀祖师，弟子愿学那跌足成云之法。”他自然也看得出来，孙悟空十分喜欢筋斗云，所以当然不会跟孙悟空抢夺。孙悟空在旁边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，听到杨禅说罢，立刻眼巴巴地看着须菩提祖师。须菩提祖师对于3人的心思自然一清二楚，当下微微一笑，弹指之间，3道光团瞬间没入3人灵台之中。3人立刻闭目调息，开始修行。3人之中，你的进展自然最快。不过一炷香的功夫，便对这流云化虹之术有了足够的领悟。你长长吐出一口气，率先睁开眼眸，开口道：“师尊，这流云化虹之术，弟子稍有感悟，想尝试一番。”须菩提祖师点了点头，弹指一挥，一道灵光闪过，房门登时打开。对于你这种极短时间便能领悟法门的能力，他早已习惯了。然而那边的杨禅却是惊讶地张着小嘴，这才一炷香的时间啊，这悟法师兄居然就已经入门了。看着你一步踏出房门的背影，杨禅捂着惊讶的小嘴，开口问道：“祖师，悟法师兄的天资竟如此卓绝，这才短短一炷香的功夫便能有所感悟，这怎么可能？”听到杨禅惊讶的话，须菩提祖师满意的点了点头，伸手捋着胡须：“悟法乃是为师座下天资最为高绝的弟子，自然是有这份天资。”而那边的猴子则是一撇嘴，带着轻蔑的目光看向杨禅：“以师兄的天资，一炷香的时间才领悟流云化虹之术，这算慢得了？以孙悟空的想法来看，悟法师兄精彩绝艳，修行法门宛如吃饭喝水一般轻松。这天庭小仙杨禅当真是大惊小怪，没见过世面，还不去好生修炼你的法门，在这自豪个什么？”须菩提祖师瞪了一眼孙悟空，开口喝道：“他的弟子他自己可以自豪，但是这孙悟空不好好想办法修行，竟然也如此自豪，不由得让须菩提祖师有种被人抢了东西的错觉。不过他心中却也隐隐有着得意，准提那个老不死的让自己前来方寸山收取灵明石猴为徒，受其法门，确实料不到啊！堂堂准提圣人看中的猴子，如今已经沦为自己收取的弟子，悟法的忠实小弟。这个时候的你已然来到后堂之外，深吸一口气，随即念动口诀，周身法力陡然升腾而起，随即你整个人陡然化作一道赤色长虹，贯天而去，眨眼之间便是54000里，又是一个呼吸之间，便又是54000里，重新返回了方寸山。这种一个呼吸之间便可跨越千山万水的感觉，使得你格外畅快。就在你心情畅快之时，体内玄关松动，法力疯狂激荡，自天仙修为突破至真仙境界，这就突破真仙修为了。你乍然停下云头，现出身形，脸色显得有些古怪。没想到真仙的壁垒竟是自己的心。而就在此时，天地之间陡然涌起层层乌云，遮天蔽日，自四面八方席卷而来，充斥在你头顶之上。一股股强横的威压随之降临。3灾5劫之中，每隔500年会有一灾，而5劫则是自真仙开始，每次突破境界便会降临。你抬头看着那青红色的恐怖劫雷，云层卷动之间，电蛇交错，有着极为恐怖的强横威压。这劫雷呈现青红之色，其内必定蕴藏雷火之劫。我的属性是火，也不知能不能以肉身硬扛一下试试。你眯了眯眼。一般来说，修行者想要度过3灾5劫，除了必要的修行功法之外，便是以法宝辅助自身渡劫。你修炼了天罡地煞108般，那3灾自然不放在眼里。只是如今的你手无寸铁，想要度过这真仙雷火劫，只怕便要以肉身硬扛。不过你却并不害怕，那雷火之中必然蕴藏火属性，与自身相互契合，说不得还可以利用这劫雷帮助淬炼自己的肉身。咔嚓，水桶粗细的雷霆悍然落下，你并没有躲避，而是直接以肉身硬抗劫雷。这种雷劫躲避无用，与其弄得自己四下逃窜，还不如沐浴其中。你身上燃起熊熊火焰，法力吞吐之间，雷霆轰然而散。既然无法躲避，那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。
陡然，你仰头看向空中弥漫的似乎无边无际的劫云，身形陡然逆冲而上，悍然冲入劫云之中。轰！劫云之中雷火肆虐，然而那雷火落在你身上，却是丝毫无法形成威胁。原来如此，你心有感悟，合着劫雷的中心部位，劫雷肆虐程度最小，而相对的所能够吸收的火属性却是更多。想明白这一点，你放下心来，全神贯注地沐浴在劫云之中。方寸山上汇聚了庞大劫云，自然早就吸引了方寸山上所有人的注意力，就连正在教导指点孙悟空和杨禅的须菩提祖师也不例外，直接便被吸引来到了方寸山山门之外。而这一看，顿时便将这些人看傻，师兄居然突破到了真仙境界，而且还敢直冲劫云。孙悟空惊讶且羡慕地咂咂嘴，他突破到天仙修为才不过1年的时间啊，果然不愧是师兄。最让他感到震惊的便是你的修行速度，以及你如今度过雷劫的姿态，主动硬汉劫雷，沐浴其中，宛若神明。而那须菩提祖师则是满意的点了点头，这弟子的修行速度倒是快，而且居然明悟了劫雷的本质。反而是那杨禅因为刚刚来到方寸山，并不知以往你的修行速度有多么惊人。虽然通过修行驾云之法得知了你资质非凡，但是1年的时间，从刚刚踏足天仙进入真仙境界，这便是他的二哥也没有这种天资吧。一时之间沐浴在劫云之中的你，使得杨禅眼神之中的好奇更甚。很快渡劫便到了最后关头，真仙雷劫共有7749道，而这些劫雷来不及落下，便被你将其中的火属性吸收个干干净净。随着最后一道雷霆劈出消散，你也从越来越强的感悟之中醒转过来。弟子侥幸不负师尊厚望，破入真仙之境。你落在方寸山山门之前，对着须菩提祖师施了一礼。须菩提祖师满意的看着，微微颔首，有如此优秀的弟子，足堪欣慰。悟法，你破境的速度太快，为师本以为你要破入真仙境界至少需要3年，没想到如今仅仅1年时光便已然破境。接下来的路程，你不必继续修行，转而进入红尘历练，沉淀自身法力吧。说着，须菩提祖师伸手拍了拍你的肩膀，语重心长地道：唯有明白自身真正的力量，方能将之运用到极致。你的修行提升速度过快，为师担心你根基不稳，3天之后你便入世下山吧。对于你的安危，他其实并不担心，毕竟该教的东西都已经教完了。真仙的修为在3界之中也算小有自保之力，而未来悟法若想走得更远，这红尘历练必不可缺。你也是点了点头。在方寸山待的这1年多的时间之中，你也明白须菩提祖师座下弟子的规矩，一旦进入真仙境界，便需进入红尘锤炼自身，这也就是所谓的红尘历练。毕竟真仙之后乃是玄仙，玄仙之顶则为金仙，玄仙境界玄之又玄，颇为奇妙。最终感悟，若是自己感悟不够，只怕难以寸进。是，弟子谨遵师尊吩咐。一念至此，你对着须菩提祖师施了一礼。旁边站着的孙悟空闻言，对你投去羡慕的眼光。也不知什么时候，他才能如同悟法师兄一样进入真仙，历练红尘。当然，孙悟空不知道的是，他作为一个棋子，是不可能拥有这般机会。当他学成之时，就是下山之刻，定然不存在与你一样的入世历练的机会。须菩提祖师吩咐过后，便转身离去，而你也是定了定神，打算返回自己的住处，收拾一下自己的家当。然而站在旁边的孙悟空却突然开口道：师兄，不知你此行下山有没有想好去什么地方？你摇了摇头，开口道：师尊只说历练红尘，并未给我规定去什么地方，我便四处游历吧。既然如此，师兄若有闲暇，不妨到东胜神州花果山去一趟，我那些孩儿们也不知如今怎么样了。孙悟空说着，眼神之中有着一股希冀。他来到方寸山拜师学艺，最牵挂的自然便是他的猴子猴孙。你点了点头，答应了孙悟空。反正自己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地，若是有机会去一趟，倒也无妨。而就在此时，听到你和孙悟空对话的杨禅突然眼睛一亮，上前开口道：悟法师兄，你既闲暇去了东胜神州花果山，能否帮小妹去一趟东海龙宫？去龙宫做什么？你有些疑惑，倒是没想到杨禅竟然会主动开口。而杨禅立刻开口解释道：小妹与东海四公主是闺中密友，此番来方寸山拜师学艺，日后只怕会有诸多无聊。师兄若是去了东海，能否帮小妹给四公主带句话，让她有空之时来方寸山陪陪我？还有句话她没说，她真实的目的其实是想看能不能把四公主拉过来，一起拜师须菩提祖师。丁，恭喜宿主触发支线任务，签到花果山任务，奖励法宝精通，力量加100。丁，恭喜宿主触发支线任务，签到东海龙宫任务，奖励兵器精通，悟性加100。就在此时，灵台之中的系统突然响起，你愣了一下之后，心道看样子真的有必要去一趟东海，去一趟花果山了。这系统倒也真的会见缝插针。没问题，反正东海与花果山毗邻，魏兄若是去了，定当将话带到。你点了点头，开口道：不过口说无凭，杨师妹不妨给我一件信物，否则无法取信四公主。说罢，你的目光看向孙悟空，再度开口道：悟空师弟，你也一样，最好给我一件信物，否则我无法取信你的猴子猴孙，这是自然。杨禅点了点头，随即沉吟片刻，自头上取下一枚发簪递给你。这发簪是当年四公主赠予我，见到发簪，他自然相信。你接过发簪，随后看向孙悟空：悟空，你呢？孙悟空想了片刻，随即便从头顶拔下一根猴毛，开口解释道：我是花果山的美猴王，花果山的猴子猴孙全都对我的气息很熟悉，这猴毛就可以证明。你这也太拿不上台面了。你吐槽一句，不过还是将那根猴毛好生保存了起来，随即对着二人拱了拱手，便朝着自己的洞府而去，下山入世了。这一去，整个3界风起云涌，而方寸山，你的名头也将因此
此去而震慑三界。3天之后，你带上了杨禅和孙悟空的信物，对须菩提祖师道别，随即便身化长虹，贯天而去。那孙悟空倒是因为受到了你修行速度的刺激，并未来送，而你云头很快，眨眼之间便是54000里。不过一顿饭的功夫，便已然来到东胜神州。你根据孙悟空指点的路径，一路朝着东海一方而去。不过多时，便看到了一座矗立在茫茫大海之上的岛屿，正是号称10州之祖脉、3岛之来龙的花果山。丁，花果山签到成功，首次签到奖励法宝精通，力量加100。看了一下系统奖励的法宝精通，心中也有了些数。3界之中，能够祭炼法宝的仙人不在少数，只不过这系统却将法宝与兵器分作2部分，兵器者攻法之器，至于法宝却又区分为攻击法宝、防御法宝以及其余功效法宝。可以说兵器囊括在法宝之中，但是法宝却不单单仅指兵器。不过这对你来说区别并不大。对你而言，收到孙悟空的嘱托来看一下他的猴子猴孙，你也不打算在此停留，转而便想去东海龙宫。那铁板桥位于水帘洞下方，此区必然会遇到猴群，届时看看这些猴子猴孙生活状况也就是了，没必要刻意去寻找猴族子孙。果然，你寻到一处河流，顺流而上，果然便看到一座极为雄伟壮阔的瀑布，瀑布之下有不少猴族子孙自顾自玩耍嬉闹，这些小猴子活得倒是挺自在，看起来在悟空没有回来之前，这花果山的猴子猴孙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危险。你暗自点头，也是想明白了《西游记》原著之中的一些猫腻。原著中的花果山在孙悟空学艺归来之前一直平安无事，但是偏偏好似命运的齿轮开始运转，从孙悟空即将归来，花果山便引来了混世魔王，至此花果山风波不断。如果说这里面没有阴谋，只怕没人相信。不过这种事情牵扯的层面太高，你也不乐意去管这些事。当下看到猴群无事之后，便捏了个隐身法，一路顺着水帘洞下的铁板桥直入东海龙宫。虽说你本性属火，但是这只能说明你不喜在水中，却并不代表着你无法进入水中。东海龙宫这铁板桥下有着直通龙宫的水道，你掐着避水诀一路来到此处，便看到有虾兵蟹将手持钢叉站立龙宫。之前就在你驻足之时，龙宫门口的虾兵蟹将已然看到了你，当即扛着钢叉晃晃悠悠过来，拦在你跟前。什么人胆敢擅闯东海龙宫？你摇了摇头，当下开口道：方寸山须菩提祖师座下弟子受3圣母所托，前来拜访东海4公主，捎个口信，劳驾前去禀报。这话一说，那虾兵蟹将手中的钢叉差点一个哆嗦掉在了地上。方寸山须菩提祖师座下弟子，天庭3圣母所托，这名头有点吓人。向来势利眼的虾兵蟹将也不敢怠慢，连忙恭敬地扶稳钢叉，恭恭敬敬地说道：请上仙稍等，小将这就前去禀报。东海龙宫之中，头生双脚，身着金色长裙的少女，这回却是悠悠叹了口气。此人正是东海4公主敖听心。前段时间，敖听心外出游玩，遇到一名唤作9头虫的真仙后期妖怪。那妖怪对敖听心一见钟情，紧追不舍之下，经常来东海龙宫之外骚扰他，使得敖听心不厌其烦。说来也是巧了，这段时间东海龙王带着麾下龟丞相上天述职，如今龙宫之中仅剩一堆虾兵蟹将，而这种事情，那9头虫也不过是追求自己，他倒也不好意思派人到其余3海求助。所以虽然敖听心感到十分烦恼，却也拿那9头虫没有丝毫办法。